圣诞节，北京杀气弥漫，政治局高调喊出反腐一步不停歇。而同一时间，跟随着习近平20多年的军中贴身大秘钟绍军传出被军纪委带走了，上将集体缺席，军工与能源系统8名政协高官一夜被摘牌，连国防部长董军也传出已经被免职。这真的是反腐升级吗？还是权力结构正在悄然改写呢？习近平连自己的死忠都护不住了，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12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中纪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6年党风建设和所谓的反腐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让人感到了一片肃杀之气。会议还通报了将在明年的1月12号到14号召开中纪委5中全会，以及研究其他事项。这份在圣诞节当天发布的政治局会议通稿，表面上看是年度例行定调，但放在当前军队高层持续动荡、大量上将缺席公开活动的背景下，却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中共反复强调反腐要更严更狠，究竟是要继续清除腐败，还是在借反腐之名进行更大范围的权力调整呢？接下来我们就从最近的军中动态说起，一步一步来看一看这背后的真实图景。如果说政治局会议所营造的是一种反腐仍在掌控之中的官方叙事，那么随后浮出水面的军中动向则开始动摇这种叙事的根基。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一个人物正是钟绍军。就在政治局会议定调反腐一步不停歇的同一天，海外的独立评论人蔡慎坤放出了重磅爆料，习近平军中的核心亲信钟绍军已经被抓了，而且是被军纪委直接带走的。这与此前一些高级将领被冷处理、长时间消失不同，这一次的处置方式更为明确，也更为罕见。消息表示，这并非例行谈话，也不是边缘化安置，而是实质性的立案处理。尽管官方还没有对外发布通报，但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类处理方式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已经不再处于可保范围之内了。钟绍军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并不在于他的官衔或者是职务本身，而是在于他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的特殊位置。他是习近平身边跟随时间最长的核心幕僚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从浙江一路随行到了上海，再进入到北京中枢的贴身秘书。在这长达20几年的时间里，钟绍军几乎完整见证并深度参与了习近平从地方主政到定于一尊的整个过程。而更关键的是，进入北京之后，钟绍军并没有像传统秘书那样止步于行政辅助角色，而是被安置到了军中最敏感、最核心的位置，成为了习近平在军中系统的眼线和督军。他长期的执掌中央军委办公厅，既是军中人事运作的重要节点，也是军改反腐与权力重组过程中的关键执行者。可以说，他是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力延伸。正因为如此，在逻辑上，钟绍军应当是习近平最需要保护的人。在过去几年的多起军中清洗中，即便是牵涉火箭军、装备系统等重大腐败案件，与习核心圈层关系密切的人物，通常也是会被提前调离敏感岗位，采取相对低调的方式处理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对最高权威造成直接冲击。但是这一次，这套通常逻辑显然没有奏效。钟绍军不仅在早前被从军委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挪走，转任国防大学政委，随后又悄然被免去该职务，最终仍然没有安全着陆。从调岗去职到被带走，整个过程显示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政治保护层。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这是一场由习近平完全主导、节奏可控的反腐行动，那么钟绍军理应是被内部消化的对象，而不是被推到台前承受风险。而如今的结果只能说明一点，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下，即便是与习近平绑定最深的人，也未必还能获得有保障的庇护。如果这个钟绍军被抓的消息属实，其政治冲击非同小可。习近平连跟随自己22年，从地方到中央，最忠诚的亲信都护不住，那么这几乎就是权威衰落的最直接信号了。军中将领为了求升迁，向钟绍军输送利益，本来是公开的秘密，而如今却也成了他的致命伤。钟绍军被抓，习近平的脸应该很痛吧？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圣诞期间，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推出了超级优惠。圣诞节期间，除了享受85折优惠，也就是在12月15号到1月12号期间，在美国地区购买红海参可享受以下赠送优惠：购买2盒，每盒30条装，或者1盒60条装，就赠送1小盒参片；购买4盒，每盒30条装，或者2盒60条装，赠送2小盒参片。购买6盒，每盒30条装，或者3盒60条装，赠送1根黑参。赠品数量有限哦，送完为止。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他是送给员工做年终的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的，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之后他2个月没有服用。他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就全部愈合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者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液，做成了口动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儿，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在这个充满祝福的季节里，愿健康能陪伴您和家人度过每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红海参修复饮不只是礼物，更是一份心意。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精神满满。据蔡胜坤的披露，这次钟绍军被抓，主要是牵涉苗华、何卫东所谓的反党集团案，并且他还是核心成员之一。他与苗华在选拔干部上互相提拔、互相打掩护，腐败交集颇深。此外，他的家庭腐败问题也被重新翻了出来。其实早在今年的10月，坊间就已经传出了钟绍军的母亲张淑娟被查的消息，指其用不正当的手段垄断了军中的茶叶供应。在钟绍军没有发达的时候，张淑娟在浙江开化县一个农贸市场卖茶叶，主打的是开化特产黄金茶种，据说是历史悠久，曾被黄巢义军用过，后来用黄金换茶而得名的本地茶叶。原本就是个小本生意，规模不大。事情的转折是发生在2013年，那一年的春天，钟绍军作为习近平的贴身大秘，从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位置上直接调入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授大校军衔。短短的几个月后，2013年的8月23号，张淑娟就在杭州注册了杭州黄金维度茶叶有限公司，公司员工只有10来人，看起来也不起眼，但很快就成了全军干休所茶叶供应的主力了。坊间传闻说，通过钟绍军的协调，张淑娟参与了军委后勤系统的健康茶包计划招标。她的黄金芽茶包里面主要就是黄金茶加上杜仲叶。从2014年起，几乎垄断了全军干休所的供应，年订单金额是高达数千万元。大家想想看，全国有多少军级以上的干休所啊？每个干休所里住着多少离退休的老干部，而这些老干部每天都是要喝茶的，这一年下来茶叶的消耗量得有多大呀？这简直就是一座稳赚不赔的金矿。
张淑娟后来还加入了浙江省茶叶产业协会，与本地的合作社合作建立了小型有机茶园，既专供军队干休所，又能拿到农业补贴，这生意做的是滴水不漏。传闻说2个月前，张淑娟就已经被军纪委联合调查组带走了，重点调查她是怎么拿到这些订单的，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以及钟少军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一个普通的开化县茶叶小贩，怎么就能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军供应商呢？背后没有强大的关系网，谁会相信呢？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直接查家属，从母亲的生意入手的手法，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了。另外，网上还疯传出了一些抓捕细节，比如行动由胡春华、张幼霞协调，部队直接开进北京西山的钟少军别墅，现场就控制住了钟少军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他的母亲张淑娟，甚至还搜出了大量的敏感文件。但这些细节目前仍然属于网络传言，真实性有待进一步的证实。但无论如何，钟少军母亲的茶叶生意让整个事件又多了一层家族式的腐败色彩，也让外界更加相信钟少军这一次恐怕真的是难逃一劫。如果说钟少军被抓更多体现的是权力核心圈层的动摇，那么随后出现的另一条消息则显示这场清洗正在迅速地向体系层面外溢。12月24号，中共官方通报称，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会议通过撤销曹建国等8名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理由清一色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这8人的名单里，大部分都是来自军工和能源系统，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原董事长曹建国、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原董事长张东晨、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原董事长曾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董事长樊友山、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刘国月、中国大唐集团原董事长于培根等人。这些人此前都是所在领域的重量级人物，手握巨额军工项目审批权或者是能源资源分配权，如今他们却在同一份名单里集体被摘牌，形同官宣落马。军工系统这几年本来就是反腐的重灾区，从火箭军装备采购到航空发动机、兵器工业，再到航天科工、航天科技，几乎每个大集团都曾经爆出过窝案，但这一次直接把几大集团的一把手一网打尽，而且是用政协撤销资格这种相对低调却又斩钉截铁的方式处理，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明确，反腐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军工产业链的最顶层。更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点，这8个人被撤销资格就是发生在中央军委上将进衔仪式的2天后，而那场仪式上，现役上将已经所剩无几，军中的将领大批消失，军工系统高管集体下马。这2件事叠加在一起，让人很难不联想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军队现代化装备更新换代涉及的天文数字预算，正成为各方势力争夺和清洗的焦点。在过去的几年，习近平是反复强调要打破军工领域的利益固化格局，但实际操作中，这些大集团往往成为将领和地方势力利益输送的管道。如今，高层借着反腐之名，直接拿下了这些一把手，表面上是打击腐败，实质上也是在重新洗牌军工领域的权力版图和资源分配。结合钟少军被抓、大量的上将缺席授衔仪式，以及现在军工高管集体落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晰的链条，从军中人事到装备采购，再到后端军工生产，整个体系都在经历一场深度调整。那么这场调整究竟是最高层主动推进的自我净化，还是权力平衡失控后的被动应对呢？如果把时间点放在一起观察，从节奏上看，这并不像是一场由单一意志自上而下循序推进的反腐行动，更像是一种多线并进、层层扩散的权力重组过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防部长董军的异常处境，以及空军系统的最新异动。
自从董军出任国防部长一职后，他出事的传闻就一直不断。据蔡胜坤25号披露，目前董军已经被免职了，但还保留上将待遇。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处理，还有待观察。在12月22号的上将授衔仪式上，董军仍然在现场现身，但地位是相当的尴尬。他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了台下。如果董军出事的消息属实，那么董军将是继魏凤和李尚福之后，在短短的2年之内就落马的第3任防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看到了一幅异常复杂的图景。圣诞节当天的高层喊着反腐一步不停歇，上将们却大批的从公开场合蒸发。最贴身的军中大秘钟绍军传闻被抓，军工能源系统的顶层人物一夜之间被集体摘牌，国防部长董军的位置也是摇摇欲坠。不过，当清洗的刀锋已经切入到了习最核心的亲信圈，当军中现役上将所剩无几，当装备采购与军工生产的整个链条都被撼动，这些都很难简单的用自我革命来解释了。更合理的疑问是，这场看似凌厉的反腐，究竟还有多少是出于单一意志的主动掌控呢？当连跟随20多年的贴身人物都无法得到庇护，当军委实权人物的出席名单越来越短，当军工体系的旧有格局被迅速拆解，这背后是否已经出现了权力平衡的悄然位移呢？2026年马上到来，“15+5”规划开局，中纪委5中全会即将召开，这些节点注定不会平静。如果说2025年是军中动荡的集体爆发年，那么明年很可能成为答案逐渐浮出水面的一年。是继续以反腐为名完成深度洗牌，还是会出现某种新的平衡，甚至反转呢？无论如何，北京的这片肃杀之气恐怕短期内还不会散去，我们拭目以待吧。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